在重庆丰都县的大山里，我们发现了一座废弃的寺院，它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，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。这座寺院规模庞大，保存完整，总占地2653平方米，坐北朝南，呈一门2厢3殿的四合院布局。它坐落在一座半山腰上，这里地理位置绝佳，背靠青山，面朝长江，属于前有罩后有靠。然而令人疑惑的是，尽管这里条件优越，却没有任何僧人居住。曾经这里还被称为川东3大古刹之一，到现在却无人问津。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为何这么一座保存完好的寺庙却被废弃在这里呢？下面就随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了解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雪。现在呢，我们已经来到这个寺庙了。这个寺庙叫做悟惑寺，听这个名字是不是非常的有禅意，也非常的有意境呢？现在我们走上去看一下。在这个山门前呢，还砌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宝坎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它有2个山门，一个是左边一个，一个是右边一个。在左边这个呢，它是最为原始的，就是最初的一个山门，那边应该是新建的。我们从这边走上去。走到这里呢，就可以看到这个大门，我们走上去看一下。哎，这里有个石头，这个石头上面还有纹路。按这个来看的话，应该是一个石狮子，不过只剩下一个身体，这个头已经没有了。按正常的话，它应该是有2个的，左边和右边各有一个，不过这个身影都看不见了。我们再走上去看一下，看这个石梯上面都已经长满了杂草，走到上面就能感受到一股很古老的历史气息。看这个大门，它的角是翘起来的，这个叫飞檐翘角。这个大门做的非常的气派，我们看一下上面，上面还有雕刻。这个呢，它属于浮雕。在这个梁的上面还有字“大清同治9年”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些雕刻。在这个左边呢，有一个石碑，上面写着“悟惑寺”。这顶上呢还有一些小字：“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”。这个字已经模糊不清了，应该这个历史也挺久的。刚才我们有看到这个梁上写的大清同治9年，哇，大清同治9年，我大概算了一下，有100多年，也就是这个梁在上面已经待了100多年了。我看看这个门槛已经被踏平了。刚才我们有说到它是川东3大古刹之一，可以看得出它曾经也是香火非常旺盛的。这个门非常的高，我们看一下这个门外的风景。在对面呢就是丰都县，可以看到长江，而且它这条路是直通这个3寺的门前的，交通是非常方便的，但是它还是荒废了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门，这个门的做工也是非常的精巧的。这里呢还有几个凳子。看这个上面的梁，都已经撕裂了，应该是年代久远的关系。它这个是石头。整个寺庙呢，它分为山门、前殿、中殿、后殿、禅房、2侧厢房，还有厨房。现在我们到前殿里面去看一下。在这个前殿的最中间呢，供奉着一位佛菩萨。可以看到里面非常的空旷，说花都有回声。看这个柱子，它是用石头做的。这里呢有一个简介，上面讲述了这个寺庙的历史变迁。最开始呢，它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，
建在古关山的山顶之上，名为古关寺。因为山顶的话，它风大嘛，容易发生火灾。在康熙26年的时候，他在迁至古关山的山腰之处，改名为永兴寺。他改名为永兴寺呢之后呢，又进行了一次搬迁，就是由妙坚和尚迁到此地的，就是现在的悟惑寺。我们再到这个中殿去看一下。在这个中间呢，有很大的一个石柱，中间还有一个洞，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。在这个中殿的前面呢，放了2个超级大的一个水缸，看上面还长了青苔。我目测的话，它的高度的话应该有1米左右，它的宽的话也应该在1米，它的长的话大概在3米左右。看这个里面都积满了水，看这个边边上，它应该是用一整块石头雕刻而成的。在以前嘛，基本上都是那种木房子为主，所以呢容易发生火灾。那么它呢，这个是放在现在的话，就是一个消防设施，做到一个灭火的一个作用。可以想象一下，这么大的一块石头，怎么搬过来的？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，它这个也是一整块石头雕刻的，里面还有莲花，好像是。不知道是谁种的。我们走进这个中殿看一下，中殿里面呢也放的有很多菩萨，在这个底下呢还有一些碑文，这个字好像繁体的，有好多都不认识。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历史的资料记载。大清道光21年3月中，它这个上面的字呢，应该是在大清道光21年的时候雕刻的，上面还有一些石头的雕刻，这个是浮雕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面，这个地面已经破损的非常的严重，石头都裂了。这里有放的一个很长的一个板凳，这里应该以前也放的有佛像之类的，我感觉这里应该放的是18罗汉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菩萨后面，看这个它的一个宝座，哎，这里也有文字，看这上面的碑文，应该历史应该非常久了。这里还有。这上面的字我就更不认识了，有没有认识上面的字的？不知道是什么字体的。在这个角落呢，还有一些神像，不过已经破损掉了。这个应该是以前的吧？可以看到它这个材质全是石头雕刻的。我们再到后殿去看一下。哇，这个后殿它的位置比较高，它这个寺庙应该是依山势而建的。看这个台面上，它这里应该经常有雨水侵蚀，所以上面长了很多青苔。这里面就是空荡荡的，只挂了几个神像在上面。我们来看一下这块石头，看这个石头上面好像是有文字的，但是都好多磨损了，看不清了。这个石头上面还有花纹。这3个大殿呢，我们就已经参观完了，空荡荡的，留下来的佛像呢，也只剩下这些了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外面的环境。这前面应该是2个水缸，应该是水缸吧。在这2侧呢，就是禅房、厢房还有厨房了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边的房间。
在这个墙上有几个大字“了明觉性”，这里呢应该就是禅房了。在这寺庙的后面呢有一个门，这里应该是一个后门。我们来看一下这里，这里长满了青苔，这里还有一个沟。我们看上面的屋檐，如果说它是下雨的话，它这个水会顺着屋檐滴到这个水沟里面。它这个寺庙是依山势而建的，所以呢，这个水它应该是流到山底下的。这里呢，应该是一个排水系统。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，哇，这里面空荡荡的，什么也没有。这里面也是空荡荡的。然后这间里面呢有一个楼梯，它是2层的，上面应该是一个阁楼。这个应该就是厢房了吧？我们到寺庙的右侧去看一下。这里面也看不出是什么，应该也是厢房嘛，空荡荡的。这边呢也有一个后门。这个也应该是一个禅房吧。这边呢有一个巷子，我们走过去看一下。我没想到这里没有路的。我们等一下去那个房子去看一下，看有没有发现什么新的东西。好像是往这里过去。我这里有一间房子，这里面放了一个床。哇，这里面好宽敞啊！看一下这个，这看着好像以前的那种橱柜，就是放碗的一个地方。这里还有一张桌子，看这里，这里还有灶台，这里还有一个盖子，不过这个灶台上已经没有锅了。看这里，这里还有一个磨，我还看这里。居然还有这个米糠，这是谷物的一个壳。这个是什么？你们有知道吗？这个我不知道叫什么，但是农村的应该都知道这个。这里呢，它是一个水缸，装水的一个地方。我这里还有灯泡。不过呢，现在它是没有电了。这里就是一个烧火的一个地方，看。我们来看一下这边，这里也应该是一个大水缸。看样子这个大房子就是一个厨房了。我们再往前走一下。我看里面还有很多床，这里呢应该就是僧人居住的一个地方了。
这里也是。这里面应该也是吧。这个寺庙呢，现在我们就已经给它逛完了，真的是保存的非常的完好。我觉得最原始的寺庙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的吧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